我上次送给你的那对履，怎么没见你穿过啊？我怕穿上沈家姑娘亲手缝制的履四处走，会误了你的终身大事的。到时候，不光喜娘会怨我，妹妹，你也会怪我吧？以后你要再想做履的话，还是做个意中人吧。卫青，段大哥啊，沈家姑娘，段大哥，你也找皇上有事吧？我刚好也找皇上有事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哦，好。沈家，我和段大哥还有正事要办，你先去给小公主拿花球吧。参见陛下，免礼。卫青，你也当舅父了，有没有看过小公主啊？有，小公主聪明伶俐，一进来就已见陛下和姐姐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。可不知现在禀告公务是不是合时宜啊？真差点忘了，是有正事要找你们。卫青，朕先与你谈。好。段宏，你还没有抱过小公主吧？来。哎呦，卫青，来。好。这里将建完工，以臣之见，可以在上林苑与建章宫之间再多修建几个园圃，及奇花异木，以助天下农务。段大哥，你放松一点。好，像这样，轻轻摇就好。这手放在这儿，然后呢，另一只手托住。对了，就是这样。这里用朱墨画着的，有何意思？这边围墙地基松软，需要再以岩石加固，还有这里的地基也需要重新修葺。哦，现在抱着你的是段叔叔，你知道吗？哦，不哭，乖啊，来，我来抱。这块控制的地方，你准备怎么处理？这是特意为军事预留的空场，可以训练卫卒，整编汉军。好，卫青，你果然事事想得周到，没让朕失望。谢陛下夸奖。你不会是郑清吧？我是段宏哥哥。段宏哥哥，段大哥。哎，那你姐姐子夫呢？参见陛下。你跟朕说，你与一关外女子有结发之情，这是真的吗？陛下，请听朕解释。乖，不哭啊。来，我来抱。长公主最乖了。既曰归之，何有怀之？卫青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吗？
段大哥惊慌失措的样子，难道刚刚在抒发什么相思之情，怕被别人看见吗？我只是随意写写而已。随意写写，心有所感才可以随意写出如此诗句。卫青，你别胡乱猜度。这8个字的意思很明显。从前那心上人，既然已经嫁人，为何我又要思念她？我想请问，那心上人是谁？现在想念的又是谁？你不要告诉我，你的那位心上人就是你放心不下的关外女子，还是她是你的童年玩伴，宫中幽兰，就是我姐姐皇上的所爱卫子夫？不是，不要胡乱猜度。卫青，段大哥，从小到现在，你待我如亲弟，我视你为亲兄。重育以来，你教我宫中规矩，又教我剑术，我视你为良师。我遭人挟持，你舍命救我，我视你为救命恩人。今天我来，不是要逼你，更不是让你难堪，实在是因为姐姐的安危，不吐不快。卫青，起来再说。你对我姐姐的情谊，你承认也好，不承认也罢，我今天看得清楚。我只想问你一句：若今天看到内泄的不是我，而是皇上，后果会怎么样？我自知不该，我也不敢妄想，所以我对天发誓，只会把爱意永埋心底，一心默默保护她而已。你口口声声说要永远保护我姐姐，可是贵人妻室已是死罪，何况是皇上的枕边人，你还有命保护她吗？兰花虽美，可以名花有主。段大哥，你这么做，要置君臣之义于何地？置我姐姐的安危于何地？我何尝不知道其中的凶险？我已经尽力避险，无奈我一直在皇上身边，是避无可避。如果是避无可避，但只有一个字：走。如果是避无可避，那就只有一个字：走。说来奇怪，我时常经过这里，往返未央宫，从来不觉得这里有什么特别。可今日细细一看，竟发现这里景色优美，尤其是清静的湖水，让我想起我们小时候
一起放竹筒灯的那条小河。这里的景色确实很美。当年我跟皇上乘船入宫的时候，经过这里，就让我看得目不暇接。皇上那时候还怕我入宫会受委屈，可我却全无畏惧。宫廷之中的确纷争不断，你和卫青都受了不少委屈，但一切都会雨过天晴。是啊，之前种种波折，不足为外人道，但是都已经过去了。如今种种恩眷，不可斗量，我已经知足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何刚刚你的琴声却透出忧伤之情？近日，皇上因为边患挂心，又提起张骞出使未归，至今还杳无音信。这的确是皇上的心头刺啊。原本与皇上约来蔚兰亭赏酒弹琴，皇上却心系边关有变，而我一介女流，没有能力替皇上分忧。边关之事繁杂，的确需要有人分忧。皇上要顾虑的事情太多，其实你一直在相助皇上。之前结案开仓放粮一事，你相助皇上隐瞒出宫调查，不怕冒犯皇太后与皇后。宁臣韩嫣也是因为你关顾下人，才可找到杀他的理由。还有，你为汉室开枝散叶，刚生下第一个龙女，不也是为皇上分忧吗？段大哥还是这么懂得安慰我。还记得小时候，只要我不开心，段大哥就会吹嘘来给我听，哄我开心。说起来，我好像很久没有听段大哥的熏声了。都这么多年了，那时候都不会吹，曲都不成调，难得你还笑得那么开心。可是我听皇上说，段大哥现在吹得可好了。啊，很久没有吹了，曲都成旧调，而且我那个土埙早已遗失了。还是不要缅怀往昔了，也不要被忧虑所扰。放心，边关之事，必有人为皇上分忧。我来跟你比。建章宫监卫青得知皇上今日在此设擂，选将练兵，特来讨教。借力打力。欲左先右，若危若安。欲擒故纵，若往若还。
承让。卫青，朕要问你，为将者，当有何才德？将者智信仁勇严，将领乃一军之长，具备这5项，方可成就王者之师。当中为何以智为先？智者，知彼知己，善用我军之强，攻敌军之弱，运筹帷幄之中。为何为将重信？信乃服兵之本，信者言出必行，赏罚分明，则众士敬而服令。那人又如何？沙场可是九死一生之地，岂能有仁慈之心？仁乃负重之本，仁者体恤下士，身先士卒，则众士归附。好，卫青听风。臣在。你能骑善射，通晓军事，更具备将才，朕就封你为太中大夫，负责训练卫卒，解骁勇之师，灭外敌，平内乱。谢陛下，臣定当尽心竭力，不辱皇命。下去吧。诺。今年设宴赏花不同往年，适逢魏长公主出生100日，那杏花又开得特别灿烂，是吉兆啊。杏树开得繁茂，定是恭贺汉室添了小公主。平阳说得好，魏姬当初也是你举荐。汉室天女，你也算是有功，就赏你金子一钗吧。谢祖母赏赐。依孙儿看，那杏树如此繁茂，是预示汉室开枝散叶，太皇太后福山寿海。祝太皇太后福山寿海。好，好，好，娇儿，你统领众妃，恭敬人和，我已命人特别准备了烽火树赏你，又给夫人、美人、良人各赏金叶梨1枚，希望你们继续为后宫添福。谢太皇太后。谢太皇太后。魏姬，奴婢在。魏长公主能转身了吗？要是能转了，就赏她玉姬玉床，象牙殿绿熊席。回太皇太后，小公主还在学。哦，那就赐5色纹玉环吧。奴婢代魏长公主谢太皇太后。还有，赐皇太后、馆陶公主御酒各1尊。谢母后。好啦，现在人人都有赏赐，皆大欢喜啊。祖母，好像还有一个人没有赏啊。啊？瞧我，果真是漏了一个人呐。彻儿还未赏赐。哀家知道，彻儿最近忙于政事，但仍然不忘请安，小道可嘉。哀家就赏你“准奏”2字。谢祖母。魏姬上前。
之前朕向太皇太后请旨，册封你为夫人。今太皇太后赏赐准奏。爱民，小的在。命知然署预备女官残服，让太史令择吉日，正式册封魏姬为魏夫人。诺。谢太皇太后，谢皇太后，谢陛下。太皇太后万安。祖母万安。秋萍，你先下去吧。诺。怎么，还在生气呀？以往皇祖母来，你不都是殷勤相待吗？孙儿贵戚不在了，比不上兰陵殿那些野花野草，又没有媚术，博不了皇上欢心。如今，连平日最疼爱我的祖母，也不在乎我了。你这孩子啊，连哀家的心意都不明白，真是枉费哀家的一番苦心。哀家这个当皇祖母的，一要护你的面子，二要保你的后位，三要让皇帝宠爱你，你要体谅哀家的难处啊。祖母难，就因为疼我太难了，所以今天就护着别人。唉，当年说好1年不封，如今1年有余，魏姬现在连孩子都生下来了，却迟迟不封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皇后的颜面。那祖母今天还……哀家虽然这样处事不公，难得魏姬仍孝顺如故，皇帝也不计前嫌。如果哀家还不册封，就难保皇帝对你不再宠爱了。孙儿错怪祖母了。可是我今天真的难受啊！所有人都在看我，他们都像看好戏一样。娇儿啊，身为皇后，这种事是必经的。今天是魏姬，明天又会是其他妃嫔，这种场面一定有你的份儿。你受不了，又如何当皇后呢？我错了，都是娇儿的错，是我心胸不够豁达，又多年无子，辜负了祖母的厚爱。有所出如何？无所出又如何？哪怕魏姬生的是个儿子又如何？不是皇后亲生，将来最多也只是封个王，替汉室做边疆藩平。娇儿，你还年轻，路还长得很呢。你记住，你永远是皇祖母的心头肉。娇儿会永远服侍祖母，会永远孝顺祖母，会做个听话的孙儿的。还要做个会体贴的好妻子。彻儿这阵子为边关苦心竭虑，你就别再任性了，知道吗？娇儿明白。
去西域？朕不准！张骞出使好几年了，至今杳无音讯。你要替朕去找，去哪里找？每次西域稍有异动，陛下都忧心忡忡。要张骞出使，就是望他带回西域的山形地貌、军情布局、物资民丰，以求知彼知己，将来百战不殆。这是艰巨，不能急于一时。近日外敌多有蠢动，危机更大。你不必冒这个险。陛下，正是因为外敌蠢蠢欲动，更需要了解西域，窥其全貌，以图谋策。陛下虽未明说，但臣明白。朕问你，你突然要往关外去，是要寻找那结发女子？若是为此，朕派人替你找。陛下，臣已不再眷恋旧情，决心割断情丝。此番前去，只是因为佩服陛下雄才伟略，爱民如子，愿效犬马之劳。你可知去西域是九死一生？臣曾驻守边关，熟悉当地风土人情。此番出使寻找张骞，打探外敌虚实，臣比任何人都更能胜任。陛下，臣孑然一身，了无牵挂。如能为君分忧，报陛下如山厚恩，乃臣之所愿，请陛下恩准。魏姬急找我来，所谓何事？本来我封夫人，弟弟封太中大夫都是好事，本想设宴同欢共乐，可是却听说段大哥请旨出使西域，这叫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我大智能斩，魏姬该为我高兴才是啊。可段大哥，想必你也知道，西域边境灾祸不断，外敌横行，盗匪不绝。就算你想建功立业，也不用非选这种地方。段大哥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既然说过大家亲如一家，若段大哥有什么事，就说出来，我们好替你分忧啊。子父，我确实心中不快，因为抱负难斩。卫青练骑射、学剑法、读兵书，擂台挑战，力取官位，为的是什么？不也就是因为血拼沙场，护国为家，扬眉吐气吗？我虽非将才，皇上亦待我不薄。这次有机会一展抱负，也算凭自己的本事尽忠于皇上。可是，子父，男儿志在四方。如今卫青贵为太中大夫，证明他既能保国，自然也能护家。我就放心了。你们不用再劝，就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吧。那段大哥何时动身？后天有事。这么匆忙？后天是我的册封之日。那这么算下来，我无法为段大哥践行了。不用了。那怎么行？段大哥像我的亲兄弟一样，怎么能就这么走呢？段大哥，可否延迟几日再走？待我册封之后，设宴为段大哥践行，我想皇上一定会同意的。好吗？子夫，你是想要编一个平安结吗？系腰间土勋上就不会掉了。要不再劝劝段大哥，叫他别走了。西域可真是挺凶险的，已劝不来了，何况他是为皇上分忧，我该感激才是。
你也别担心了。男儿志在四方，不止段大哥，卫青也是要上阵杀敌的。建功立业、兴国安邦固然是好，能够平安归来才是最重要的。即使有万般不舍，我们可以做的也只能是祝福了。这平安节，你来编吧。易大叔，听外边的卫卒说，你明天酉时跟大队出发呀？不是说好了和大家饯行话别了再走吗？皇上都已经恩准了。早走晚走都要走，践行的话只会徒添伤悲罢了。哎，易大叔，你来找我是？哦，坐下再说。这里面有各种单方膏药，可治内外的伤损，保你路上平安。多谢易大叔。你这一走，千难万险。边关告急，如今正是报答圣恩的机会，更是为了你那心上之人。我不太明白易大叔所指。明白也好，不明白也罢，我们兰陵殿所有的人都和你的亲人一样，有些话就不必多说了，心里明白就好。哎，我给你做了些蒸饼，来，我们喝一杯，就当是给你话别吧。好。吃啊！这蒸饼啊，是子夫教我做的。你若是觉得合胃口呢，我就再多做一些，让你带在路上吃。易大叔是早知道我会随大队离开，不想让大家伤别离吧？那次你受伤，我多次来这里替你备补汤，见你疼惜幽兰，爱护卫青，那份深情厚谊，在饯别之时，如何承受得了啊？我敬易大叔。好。你这么一走，真的再别无牵挂？当然有牵挂，尤其是兰陵殿里所有人。不过皇上为了边疆之事烦忧，身边人又哪能安乐？为皇上解忧，也是让其他人舒怀。看来你的走，也是为了爱。如今子父封了夫人，卫青做了太中大夫，兰陵殿不会再受欺负了。况且还有易大叔在，不是吗？指望你能多多保重，既能完成皇命，又可以治好你的心病。来，叫。卫子夫上前听风。皇上有旨，卫氏子夫贤良淑德，诞下皇女，慈范堪家，特封为夫人。从此承续义德，福泽后宫。令皇上赏卫夫人金银各500，绫罗绸缎50匹。臣妾谢皇上圣恩。
喜贵夫人。谢谢各位姐姐。我早就说过嘛，妹妹封夫人是迟早的事。魏夫人以后可要多多照应我们姐妹呀。我们是一家人，心连心。我只求大家和和乐乐。段大哥，今日一别，不知何时才能再相见。这里的一切就拜托你了。公孙兄，我的兄弟就是你的兄弟，拜托了，放心吧。告辞。出发！之前呀，想留他们都留不住，可现在天都黑了，他们才肯走。那瑶姬刚才一直说些体面话，还说到门口去了，说不定到时候一个变脸，冷言恶语又都出来了。子夫，母亲，你不是要去拿皇上御赐的陈酿吗？哦，我现在就去。子夫，哦，拿着。我这就给他送过去。不用了，他已经走了，恐怕已经到了宫门。相思路魂飞苦，明月寒烟人孤独。蝶舞花，卷飞舞，几番相思却年年虚度。冷风月，几回圆，不等寒夜秋难眠。花无主，孤飞燕，几度缠绵何时？你还记得他是谁吗？他是我们从小的玩伴。你是段宏哥哥。你还记得？忘不了，忘不了。子夫每当在荒野，就会想到段宏哥哥这颗北斗星。等等！西门仆夜段宏，奉皇上圣谕，阻止任何人进入兰陵殿内室，强闯者斩！这次确实多亏段大哥相救，若不是段大哥舍身相救，我早就成孤魂了。是我情愿不后悔，我的爱有你才完美。苦了相爱的人难相随，我情愿为你醉，花儿憔悴苦酒都。我好像很久没听过段大哥的喧声了。很久没吹了，曲都成旧调了，而且我那个土埙也早已遗失了。我的爱有你才完美。
今天你满1岁了，送你这俄语。带上羽翼，展翅飞翔。还要茁壮成长，忠心伴主。才半个月不来，他倒与我生疏。哪里是生疏，是见你太久没来，闹脾气罢了。公主这么爱飞鸾，却想让她展翅飞腾，离开你吗？我算是她母亲了，做母亲的，当然希望她勇武刚健，他日能驰骋沙场，为国征战。可是我大汉，并不缺战马，反而是公主你，平日或喜或忧，都会找飞鸾倾诉，足见情谊之深。何不将她留在身边呢？你要走了？每次来看飞鸾，都这么仓促。已经很难得了。每次在城外练兵，你都会在这里稍作停留，来看看飞鸾。将来军中事务日益繁多，以后来看他的机会，可能就越来越少了。飞鸾由我来照顾，你放心。你来了。公主神色不比从前，难道还在为高祖庙失火一事烦心？最近太皇太后本来身体就不好，此事对她打击可不小。皇上令朝廷肃服5日，以表孝思，希望可以孝感天地，让坏事变成好事吧。可惜本来是好事的，若是遇上不好的事，就难化解了。公主，子夫是我送进宫的，我当然希望她好。没料这第3胎还是女儿，凑巧遇上高祖庙失火一事，这次连百日宴都不摆了。虽说皇上对姐姐的宠爱不减，但作为一国之君，膝下无子，多少会有些失望。后宫那些闲言冷语，要多刻薄有多刻薄，只怕姐姐这次会很难受。皇后请安。快快请起。魏夫人又为汉室诞下第3个女儿，辛苦了。切记要好好保重身子。谢皇后关心，请皇后上座。
我是来带太皇太后送礼物给小公主芈月的，没想打扰你休息。点心已经准备好了，请皇后。这是玉麒麟，你知道这其中有什么意思吗？你一胎一胎的生，就是不见生个皇子出来，太皇太后都怪我送的礼没有带彩头呢。臣妾一直未能为皇上诞下龙子，实在愧疚，累及皇后更感不安。希望带了这麒麟送子，朱意啊，就能带来个皇帝。你明白就好，下一次可别再让皇上和2位太后等上10个月，又再次失望了。皇后，你看，朱意很喜欢你送来的礼物。朱意乖，我们摇着麒麟，请麒麟快快送来个小皇帝啊！别让2位太后和你父皇失望啦。臣妾带小公主，谢太皇太后和皇后恩赐。可真是不巧啊，小公主一出生就碰上高祖庙失火，难怪有人说是灾星降世啊。但是这怎么能怪她呢？再怎么说也是龙裔啊。不过她出生的也确实不是时候，所以2位太后决定不摆百日宴了，只能委屈她了。皇后别这么说，小公主不委屈。在失火之后，臣妾就反复思索，若为小公主铺张设百日宴，与礼不合。本想奏请太皇太后取消这家宴，现在好了，原来2位太后早有此意。如今，臣妾也就心安了，让朱意与我们一起守孝就好了。你明白就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摆驾。皇后金安，皇后金安。这是什么东西？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宫中上上下下都穿素表孝，你却佩戴彩缨。妹妹喜欢，看着会笑。皇后，是奴婢不好，奴婢没有看好小公主。这可是冲撞祖先，是不孝，岂是一个贱婢能顶罪的？祖母本来最爱涂蔻丹的，可因高祖庙失火扶丧，现在都不着色了，只是涂上香脂就算了。想为高祖尽一点孝心呢。连祖母都这么有孝心，可那魏夫人却不将这事放在心上，竟然让魏长公主佩戴彩缨到处跑。啊！本来孙儿并不想烦扰祖母，但是姿事体大，不能不禀报啊。他居然这么不小心呐！母后，不小心说的真是太轻了。她连生3个女儿，仍得皇上宠爱，心也大了，气也粗了，不再安分了，连娇儿都要受她的气了，还会守规矩。本来还剩1日就过守孝期了，可是那魏夫人却不肯安分。如今叫孙儿如何是好？如果赏罚不分，今后如何面对后宫一众嫔妃？可若赏罚分明，只怕有人又说娇儿欺负她。她就是仗着这一点欺负娇儿。但是母后，这种事不能不罚呀。一来她有违孝道，二来她教女无方，三来朝中大臣都遵皇命，穿素服5日，后宫嫔妃反不以身作则，怎能服众啊？她上愧对祖先，下疑惑后代，外遭人画饼，不但要罚，而且要重罚她。禀太皇太后，魏夫人在外求见。让她进来吧。诺。祖母，
你要为孙儿做主啊！臣妾参见太皇太后、皇后、窦太主。听说你做错事了？是，臣妾教女无方，让魏长公主佩戴彩缨，有违皇上素服5日，以表孝哀之圣谕，大失体统，求太皇太后赐罚。知错就好了。这女儿啊，别看她现在年幼，若不严加管教，以后就骄横任性，不顾你心意，不管你死活，只管争脸争宠，不让你安宁。臣妾自当谨遵太皇太后教诲，严加管教3个女儿，绝不让她们长大之后恃宠生骄。你肯受教就好，不然若是在寻常百姓家，就会弄得家不成家；若是在后宫，则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。端午快到了，过节之前，你就去知事、知宿部吧。一来是思过，二来为先帝也为哀家尽点孝心，三来你也好为自己之福泽。步有多长，你的福泽就有多长。诺。魏夫人。姐姐你怎么来了？即是绵长孝思，我也来为太皇太后尽一份心，与你一起为自己知福。说是为自己，实则是为子夫。子夫心中感激。当日嘉慈离世，正好皇后及其他姐妹们为皇太后庆生张罗，这宫中上下谁会关心我这个避喜远离喜庆的伤心人？只有魏夫人亲自为我熬汤，助我安眠，又带我到蔚蓝亭畔，教我点放竹筒灯，为王母祈福追悼。这都是举手之劳，但却让我感到这宫中仍有温暖情谊。我们这些人每天都要看皇后的脸色，眼看你受委屈，我们也不能说什么。还好这次太皇太后未有重罚，而且没有下令只许你一人织布，我才可以过来凑数帮忙。凑数不妨就都算我一个吧。赠香之情我不会忘，当时幸亏有你，否则皇上许久没来我处，一来若发现炉中无香，我囧都要囧死了。我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看见姐姐了，你还想在外站多久呢？我做了些小菜，自己一个人吃不完，就带过来了。看你们可不可以帮帮忙？藤姬有心了。3位姐姐都来看子夫，子夫心里真暖啊。这几年，你是如何对待宫中众人，大家有目共睹。正因为你一向良善仁惠，事事以德报怨，所以宫中众人都想为你出一份力。只是你经常被责怪，委屈你了。子夫有3个女儿承欢在膝，这次能将功补过，能得到3位姐妹的帮助，没有委屈，只有幸福。魏夫人就是这样，什么艰难的事到她身上都能开心面对。我儿时的周夫子曾经说过，笑着日子容易过。以后呀，我们都要向魏夫人学习。要是人人都像魏夫人一样，宫里就真的和乐多了。是啊，你们就别夸我了，我也是一步步的在学。我们一起知福存孝，为太皇太后福寿延绵，奉体为安，祈福。好。皇祖母，这
层楼上风很大，我们还是进去吧。没事，哀家想再感受一下这居高临下、壮观的豪情。彻儿，你替哀家放眼看看，这河山是否一如往昔秀丽壮观？一如往昔。好。河山没有变呐，但是我的彻儿变了，俊威凛凛了。彻儿长大了，稳重了，懂事了，国事家事自有主张。哀家的眼睛虽然看不清，可是心是雪亮的，站在这儿就可以感受到大汉的子民安居乐业，气象和顺呐。好啊，彻儿，你初登帝位，总以为祖母处处阻拦你，你可知道？当时你只是一个20岁不到的新君呐，在你的身边有多少小人阿谀奉承，有多少豺狼虎豹拥兵自重？哀家是怕你年少气盛，中间难分呐。当初虽然没有体会祖母一片苦心，但随着年岁增长，孙儿已明白祖母所做的一切皆为大汉着想。祖母比孙儿看得更远，看得更高。前有吕后乱政，留下恶名，为免猜夺唾骂，哀家几次欲撒手不管政事，但祖母常常梦见大汉江山突变，半夜惊醒，吓出一身冷汗。祖母不怕被世人唾骂，就怕闲人说彻儿半句鄙言。祖母，就算有冤魂来找哀家也不怕，但凡有人教唆挑拨，哀家就先下手为强。祖母，你放心，孙儿一定会励精图治，会报祖母一片苦心。好，好，那祖母就放心了。夕阳虽好，却已是黄昏，跟哀家一样，时日无多了。祖母为大汉造福匪浅，建德深广，一定能长命百岁。哀家的身子，哀家自己清楚。再说，长命百岁又有何用？只盼孙儿能替大汉承先继后，能够成为开创盛世的千古帝皇。孙儿一定不负祖母所望。
家就心满意足了。一个老人还有什么能比得过能够盼的孙儿？成才成器。孙媳贤孝呢？这些布是你织的，哀家让人放进来的，让你织布。也许有人认为是在罚你，其实是想求证一件事情，而且也已经证实了。你进宫这几年，如何对待后宫上下，哀家偶有所闻，而这里的素帛却是证据。太皇太后，一个无权无势的人，竟能在纷争最多、戒心最重的后宫，得到嫔妃婢仆的真心尊重。好一个魏夫人啊！臣妾一直觉得，这后宫就是天子的家。中间纵有吵闹，但是大家的心都是向着两位太后和皇上的。只要以心相待，相信一定会和睦相处。和睦相处，那就要分享帝宠。你舍得吗？将心比心，看到姐姐妹妹们都能得慕圣恩，臣妾心里也为他们欣喜。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有这样的心，是你的贤淑。难怪彻儿总说你不凡。太皇太后过奖了，是皇上恩宠。哀家最希望的，就是你能为皇帝生个皇子。臣妾明白，可是一切自有天意。哀家不是抱怨什么，只是深信皇子由你管教，必不骄纵。若出自其他嫔妃，就难说了。你心善贤良，必得天助，终会为我汉室天子天孙继承千秋大业。谢太皇太后宠爱。你织的素帛，很快就可以用来做丧服。哀家也预先叫人磨好碑石，将来好写下哀家这一生。太皇太后一定会福寿绵长的。哀家不畏死，哀家力争3朝70多载，也活够了。高祖闻治天下，立我大汉江山。孝文亲尝汤药，弑母至孝。薄太后德照后宫，母仪天下。
哀家也辅助了3朝皇帝，无愧无悔，只遗憾与你尚未深交，不曾施恩于你，却已经要别离了。太皇太后对臣妾已恩重如山。当日因为臣妾入宫引起的波澜，导致皇后自杀，太皇太后也不责罚臣妾。皇上离宫，臣妾欺瞒行踪，太皇太后也宽恕臣妾。还有，既说哀家有恩于你，那哀家就冒昧相求。太皇太后有何吩咐，请说。哀家主持后宫几10年，管教汉室几代子孙女眷，娇儿是其中最懂哄我高兴的，也最得我宠爱的，可也因此骄纵出他的刁蛮跋扈。子夫，将来他若做了什么大逆不道之事，但愿你能救他一命。太皇太后别这么说，臣妾何德何能？况且还有皇上。不，哀家只怕下杀令的就是皇帝。彻儿是千古明君之才，可最容不下娇儿的就是他。既已君临天下，只怕他日一道圣谕，不说情分，只谈国法。臣妾明白。皇后若出事，最有可能统领后宫的就是你。若皇帝要杀娇儿，你就看在哀家的份上，保住他的性命，就当是还哀家的恩情，可以吗？臣妾谨遵太皇太后之命。有你的承诺，哀家无憾了。这几10年来，
陪在哀家身边的，始终是你。最令哀家窝心的，也是你。纵使你有千万个不是，但你始终是哀家的手心明珠。母后。哀家所有的金银财帛，奇珍异物，全都留给你。母后。娇儿，你虽然娇蛮任性，可你也最懂得哄哀家开心。哀家活了如此一生，却觉得管教自己的孙儿，远比管治天下来的难。娇儿错了，娇儿不孝，让祖母操心了。祖母要走了，娇儿，让哀家好牵挂呀。哀家留给你的，是一样最宝贵的东西。一道保命符。彻儿果然长大了，哀家就能放心，把你祖父和你父皇的基业交给你了。彻儿最近忙于政事，但仍然不忘请安，孝道可嘉。哀家就赏你准奏二字。前有吕后乱政，留下恶名，为免猜夺唾骂，哀家几次欲撒手不管政事，但祖母常常梦见大汉江山突变，半夜惊醒，吓出一身冷汗。祖母不怕被世人唾骂，就怕闲人说彻儿半句鄙言。就算有冤魂来找，哀家也不怕。但凡有人教唆挑拨，哀家就先下手为强。
之首是谁，当然要由统领后宫的皇后去办。皇后是你说废就能废的吗？我这个做母后的，实在没有能力为你们遮风挡雨。母后别再难过了。我觉得自己很不孝，太皇太后走了，按理说我本应该伤心，可不知为什么，我竟然……儿臣知道，深宫数十载，我虽登上了皇太后之位，却没有一刻不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以后，母后可以安享晚年了。这么多年，你出生，我怕你不得父皇欢心；你聪明讨好，我怕你招人嫉妒；你处理太子，我怕你遭人陷害。直到你登上皇位，还是怕你惹怒了祖母，被拉下来。母后可以做的，就是无时无刻的察言观色，在祖母身边，一直替你说好话，保住你的皇位。祖母只是太过深谋远虑，喜怒不形于色。当初儿臣又年少气盛，才让母后经常为儿臣担忧，提心吊胆。提心吊胆，好贴切呀！几十年了，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度过我的晚年了。母后一定会顺心顺意地安享晚年。母后顺心，儿臣才能顺意。母后生我居我，抚我恤我，养我育我，顾我负我。儿臣答应母后，只要有儿臣一日，就一定遂母后所有的心愿。有你这句话，母后曾经受的一切委屈，就都不算什么了。许昌丧事不办，免去丞相之职。武安侯田汾拜为丞相。太常定失序无德，恳请陛下将其罢免，以安朝堂。谁来顶替？又是用舅父的门生？臣奏请以城西修兵士，是供汉宫用，还是供你的丞相府啊？别讲了，都是田汾谋利自肥的想法。要朕再看，也是无朕的眼目。陛下，再怎么说，他也是你的舅父。那又如何？这3年来，他用人为亲，贪赃舞弊，如今越发猖狂，竟奏请收城南田地以建粮仓。
朕不如将整个武库都给他好了，否则朕就非向暴君无威。母后生我居我，抚我恤我，养我育我，顾我负我，儿臣答应母后，只要有儿臣一日，就一定遂母后所有的心愿。这3年来，田汾用人为亲，贪赃舞弊，如今越发猖狂，竟奏请收城南田地以建粮仓。朕不如将整个武库都给他好了，否则朕就非向暴君威。子父，你有何看法？朝中之事，臣妾不敢议论。朕命你说。臣妾不敢，陛下在气头上会迁怒于臣妾。你若不敢劝朕，就不是朕的子夫了。你可知道这3年来，朕劝告了田汾多少次要收敛，但他却一发嚣张跋扈，目无君上。臣妾知道，陛下盛怒，只因忧国忧民，担心万民福祉受损。可是陛下这一怒，却让臣妾想起弟弟早前提起过的用兵之道。可惜臣妾才疏学浅，不理解其中的深意。什么用兵之道？为何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运而制战？因为怒可以复习，运可以复越，亡国不可以复存，死者不可以复生。那是不是说，怒运的情绪可以改变，但是怒运之下兴师打仗，造成的伤亡甚至亡国，就不能改变？子父，你是想说，盛怒冲动做的决定，后果不能挽回，要朕息怒三思是吧？以田汾为相，是陛下答应皇太后的。若贸然废相，必损母子之情。皇太后见儿子与弟弟失和，也定会忧心难过。陛下弑母之孝，相信也不忍见皇太后难过。这是两难啊。朕确实要三思，找出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好漂亮！难得娇儿这3年来每天都亲自帮哀家涂扣丹。娇儿她能服侍你，是她的福气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都不用多礼了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免礼，坐。你国事繁重，还天天过来看母后，好。母后刚才还对他们说，最近儿媳孝顺，让我觉得好开心。就连我弟弟田汾，他虽为丞相，公事繁多，也经常来嘘寒问暖，搜罗一些奇珍异宝、稀世药材，让母后觉得好顺心呐。母后顺心就好。但这些呀，也比不上他能辅助彻儿你更得母后欢心。母后正想着该赏他什么呢？彻儿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帮母后想想。母后觉得该赏什么便赏什么吧。怎么，说得这么敷衍？他是你的舅父，是你的左膀右臂，论功行赏可不能马虎。他都已经是丞相了，权倾朝野，还要赏什么？什么话？什么权倾朝野？就是以权谋私，向朕弹劾他的人大有人在，可他仍不知收敛。哼，嗨，母后还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。听弟弟说，他一心为国，事事严办，难免遭人嫉妒。弹劾他的人是有，可往往都是些卑鄙的小人。我看呀，你把那些告状的都治罪就好了。这恐怕要错怪忠良了。丞相所谓的一心为国，不少都是巧立名目，实则中饱私囊。你怎么能听信那些无中生有的话呢？你可知，尊重长辈，这也是存孝道。臣妾有一事欲请奏。说吧。
皇太后提及孝道，如雷贯耳，提醒了臣妾：为子女者，父母生，视之以礼；死，祭之以礼。父母既坐于高堂，子女就应该让他畅乐，不烦不忧，乃为孝。说的是有道理，可你想禀告何事？臣妾亡母之坟即将要迁移，欲出宫去张罗。臣妾自知为何规矩，但深觉皇太后重孝义、崇礼德，臣妾斗胆提出此请。原来是想求出宫啊！哀家还以为你是想劝皇帝。儿臣也的确受劝了，以后必以孝为先，让母后开怀畅乐。也求母后体察魏夫人一片孝心，准其所请。迁移母坟是大事，哀家这次就准许你出宫走一趟。臣妾谢皇太后恩典。小二，今日还是老菜式。哎呦，君侯，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君侯常做的冬香，今日恐怕不能用了。那个，不知可否屈尊就坐楼下呢？那冬香一直是我们君侯所抢，怎会让给他人？你是欺我们君侯今不如昔了吗？不是。哎，我们走吧。哎，来了来了！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。冬香已经打扫一新了，保证贵客满意。打扰三位，求借地方一避。姑娘要向我等求助，又认为谁可以救你啊？依礼，上座者为主，见士与福琴先生为客。虽然只比大人深衣素朴，但腰系盘囊、剑钩，乃朝臣常用之物。求大人借地方一避。好一个心思缜密、知书识礼的姑娘啊！犹记当日的小女子，虽然无助，但聪明机智，气度不凡。老夫曾感慨，想不到如今已贵为魏夫人了。若是没有君侯当日的救命之恩，又何来我与弟弟卫青的今日？别说姐姐了，我们一家五口对君侯皆是感恩戴德。姐姐一直在说君侯为人正直，为君分忧。今日得见，卫青之幸。晚辈敬君侯一杯。你如今也是为皇上办事的人了，说什么做什么，一定要三思而后行。你年轻气旺，又属习武之人，若能遇事冷静，世人则尊你为君子；若遇事冲动，世人则讥你为莽夫。谨遵教诲。君侯贤良，难怪皇上也一直念念不忘窦丞相，还盼着你能再做他的臂膀。我不过是一个废弃之人，别说保国安邦，就连自己的田地都保不住，被人给强占了。君侯有功于朝廷，他们未免欺人太甚了。君侯的地在哪里？卫青定为你讨回公道。哎，就在城南30里处，没了就没了吧。正所谓，小人殉财，君子殉名，又何必为了区区一块土地而争义气呢？今日多谢二位，让窦婴依旧做了东乡，做了上座。你们姐弟真诚良善，
是大汉之福啊！若能跨过宫中的种种险关，将来一定前程无量啊！告辞，告辞。君后，二位不必送了，告辞。那块地是魏齐侯的，他是我们的恩人，曾经的窦丞相。当初田丞相说要送城南的那块地给我，我只一心庆幸母亲的坟终于有一块良地可以搬迁，我怎么会想到那是魏齐侯的？现在我们知道了，我们该去跟田丞相说，那块地我们不要了，让他赶紧收手，免得抢夺。可我都答应了，谢礼也都送过去了，如何能收回啊？况且他身居高位，又是国舅。大哥，君子当公以受禄，我们从未有功于他，怎能收他如此厚礼？卫青，他是当朝丞相啊！我就算能不顾及自己的项上人头，我也得顾及他的面子。如果我不给他面子，他又如何能让子夫好过呀？我这都是为了子夫着想。大哥，你糊涂啊！只怕丞相是要欺压魏齐侯，强取他的土地，顺便做馈礼，我们家倒成了他的帮凶了。丞相自己不痛不痒，可是姐姐呢，还欠了他的情，不得不在皇上面前说他的好话。你是害了姐姐。卫青，子夫，大可知道这次有失分寸，但我只是个贱民，要我退掉丞相的好意，真的很难。况且我曾在母亲坟前起誓，择日就迁坟，我不想失信王母。大哥提起王母，让我想起那年那场水灾。当时满目苍夷，盗贼横行，我们虽与家徒四壁，却连仅余的也被人抢走了。大哥看到我们几个饿到手脚发软，心疼地说：“他们抢我们的，我们也抢他们的，有什么比活命更重要的？”但是你的话还未说完，母亲就打了你一巴掌。母亲告诉我们，就算是饿死，也不能贪别人的一粒米谷，因为贪是万恶之源。人一旦有了贪念，就会生坏意，这样的人即使是活着，也是祸患。大哥，听母亲的话才是对母亲的大孝。他老人家如果在天有灵的话，也会得到安慰。我愧对母亲。大哥，我们常常唱“同苦同甘，安之乐之，齐家齐事，心善至坚”。只要我们兄弟姐妹都能像这首歌一样，不管富贵贫贱，都能安之乐之，一家人心向善，那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呢？丞相的权威难不倒，宫里的威障县官也难不倒。对，只要我们全家齐心协力，心善就能至坚，一切都不用怕。大哥，你把鱼都吓跑了，田地几乎被侵夺，你还有心垂钓？最后我还是保住了嘛。可那田汾越来越过分，说不定他下回又要别的。那些王公贵胄，
个个趋炎附势。君侯你不在朝中，现在连门庭都冷落了。可总是会有人不论贵贱，真心相待。我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就心满意足了。哼，我又帮不上你什么，又不是皇上。怎么又扯到皇上了？皇上当年说过，一定会重用君侯，也会顾念我的功劳。如今呢，你我二人还是废弃不用，倒让庸碌贪心的田汾位极人臣，把持朝政。皇上也是有难处啊，你总不能让他为了一个田汾跟自己的母亲争执吧？当今皇上有千古帝皇之才，他自有计较，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只要我们不给他添麻烦就好了。啊，所以明知道要看田汾的脸色，君侯还是要出席他的婚宴吗？田汾娶妻，皇太后下诏，所有列侯宗室到贺。我虽然没有了官职，但毕竟是个魏齐侯，不得不去啊。你还是跟我一同前往吧。不去。皇太后是要往他弟弟脸上贴金，我才不去呢。不去，可就是抗旨啊。不去，我与那田汾早有恩怨。去了，他也会不高兴。你管他高不高兴？只要没抗旨，没失礼，没失身份，那就好了。为这种人惹麻烦，不值。君侯知道，我就是容易醉酒失礼，只怕是我去了以后会惹来更多麻烦。还是去吧，有我嘛。你若是醉酒，我能不闻不问不阻止吗？恭喜丞相！恭喜丞相！恭喜丞相！贺喜丞相！都说不要来了，你看人家多瞧不起君侯你啊！哎，去敬酒，我不去。哎，不要失了礼数啊！去。好啊，好。恭喜丞相！贺喜丞相！喝。丞相，魏齐侯和我来敬你了。本相无胜酒力，不能干杯了。平阳公主驾到！参见公主，参见平阳侯，欢迎大驾光临。都免礼。谢公主。舅父大喜。舅父大喜啊！这是公主和我的一点心意，祝舅父舅母琴瑟和谐。哎呀，多谢多谢。哎，请上座。田汾，你这是什么待客之道？一点都不懂得尊重。魏齐侯怎么说也是先帝封的侯。冠夫，你喝多了。好，冠夫兄，来，走开！你要管，先管好自己的夫君。这么说，不要再弄个野孩子进门。哎，好了，别说了。公主，莫怪，冠夫喝多了，我们回去。哼，田汾，哎，你如今是贵人了，就忘了魏齐侯在先帝朝中做大将军时，自己还是个小小的郎官吗？如此怠慢他，这成何体统？你这个丞相之位，还不是靠你姐姐强占回来的？你放肆！你卖官鬻爵，贪赃枉法，霸人田产，贿赂后宫，这些对你来说都是小罪。我还知道你一些抄家灭族的大阴谋，证据确凿。官司借酒闹事，来人，抓住他！诺！参见皇太后。弟弟，你刚新婚，不陪夫人，怎么一大早就跑进宫来了？姐姐，你把我给害惨了。弟弟，你快起来！你说我怎么把你给害惨了？你娶燕王女儿为妻，我出资替你办婚宴，我碍着皇太后的身份不便出席，
却下诏让长安城的关侯去给你添面子。哎，他们是来给我添屈辱的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官夫昨天晚上在婚宴之上，当众侮辱本官，说我欺压前朝丞相，那也就罢了。可是他还骂姐姐你，说你偏私护短，为弟弟争逐丞相之位。这个官夫真是目中无人，胡说八道！我叫人把他抓起来。姐姐恕罪，为免婚宴出差错，得罪燕王，我已将他收押起来了。你是丞相，这点小事何罪之有？哎呀，我是怕别人说我没气度，仗势欺人，而损了姐姐你的名声。别怕，我让皇帝治冠夫的罪，旁人没话说。哎，姐姐万万不可，只怕皇上相信冠夫之言，反定我罪呀。皇帝怎么会凭一个莽夫的话治自己亲舅父的罪呢？其实皇上早就想废相，以见内朝。现在朝政之事直接和内朝官商议，我是不得过问的。真有此事？是啊。我去找皇帝问个清楚。哎，姐姐，不要再为了我这个无德无能的弟弟，伤了你们母子情。我这个丞相不做就罢。如今皇上已经厌弃我，众臣正如冠夫所骂的，说我以权压人，霸占田产，勾结外戚。我还是罢官归田，以免姐姐你再遭受人闲话。什么田产？谁的外戚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那还不就是因为城南30里那块地吗？好甜呐！皇后待臣妾们真好，上好的贡品都赏与我们品尝。是皇太后待皇后好。丞相夫人从燕国带来献给皇太后的大枣，皇太后全留给了皇后。妹妹们若是喜欢，尽管多吃一点。皇太后驾到！皇太后请安。平身。谢皇太后。母后来得真巧，我刚把母后赏的枣子分与妹妹们品尝，大家都说鲜甜可口。谢皇太后恩赐。皇后真是知大体，众妃也知进退。可某些人呐，口蜜如枣，心嘛。魏夫人。臣妾在。此枣可好？皇太后疼惜皇后，皇后关怀臣妾，赏赐之时皆。你在宫里享先尝甜，可知丞相新婚之夜，却因你而被冠夫辱骂，实不知味。母后息怒，妹妹向来待人仁厚，怎么会让丞相难堪呢？当中该有误会，即使有错，必属无心啊！哼，无心？我看分明就是有意吧。上次说以孝为先，看似劝解皇帝与丞相，却在背地里兴风作浪，一箭生就。臣妾愚昧，还请皇太后明示。愚昧？你聪明得很。皇帝护你，就恃宠生骄，竟叫兄长去向丞相科索田地，贪得无厌。丞相勉为其难替你们要了，你们又怕受责，不敢要。哼，不要也就算了，你那该死的兄长，竟然厚颜无耻，反说是丞相赠田地，意图巴结，污蔑丞相。你们
卫氏一族那些无功无职的兄姐们，在外仗势欺人，骄横放肆，全都是因你的纵容，你可知罪？臣妾没罪。你再说一次。还是那句，臣妾没罪。启禀皇太后，臣妾与家人一直谨记母训，不受无功之禄。臣妾的兄长也从未向任何人索取田地。你是说，丞相冤枉你了？臣妾不敢。只是，丞相确实主动提出要赠与田地，可是兄长最后并没有收受。你是想说丞相冤枉你？那么是丞相主动送地，也是意图要巴结你们魏家，而你们魏家居然还拒绝了。母后息怒，魏夫人，虽然科索和散播谣言与你无关，可是，你再重亲情，也不能这样为了亲人而惹皇太后生气啊！可是臣妾一家从未对任何人提起丞相赠地一事，那污蔑之罪，实不能承认。城南30里那块地本属于魏齐侯窦婴，相信冠夫正因如此才得知此事，还请皇太后、皇后明鉴。母后，这么说来，魏家清正廉洁，品德高尚，丞相受辱，全跟魏家无关了。是吗？魏家真的是不贪不抢不争不妒？你别以为我们都忘了你的出身，你母亲也不过是个婢仆，一介山野之民，竟如此自言清高，得盖丞相。你别想欺瞒哀家。臣妾所言，句句属实。家慈虽为婢仆，一生坎坷，但古传遗训所知不少。家母教导儿女，要克己守礼，以贪盗为耻，哪怕就是饿死，也绝不贪念别人一粒米谷。我们一家人虽为婢仆，但是深知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。兄姐们，一无科索田地，二无污蔑丞相，三无骄横放肆，还请皇太后明察。你好啊你！魏夫人，你进宫多少年了？后宫的规矩礼仪你都忘了吗？无论怎样，也不该出言顶撞。你这样叫皇太后的颜面何存？臣妾并非有意冲撞皇太后。母后，你怎么样？别气病了才好。皇太后息怒，都是臣妾的错，没有好好管教后宫，才让母后受屈辱被冒犯。母后要责罚，就责罚臣妾吧。这才是识大体，你懂了吗？枉费哀家疼惜了你这么久，你却是这样对哀家，皇太后，快传太医令！你太过分了，把皇太后气病了。皇太后息怒，臣妾你闭嘴！都是臣妾的错，臣妾急于维护家人的气节，逆言犯上，求陛下降罪。哎，起来吧，坐。朕难道还不清楚你的为人吗？幸好母后这次身体无碍，就判你个有情可原吧。手这么冷啊，来，觉得如何？好暖和。炉虽暖和，可是将手靠得太近，
就会烫伤。臣妾明白，臣妾以后凡事都会把握分寸，会想办法让皇太后消气宽心。那朕就放心了。可有些人总叫人烦恼，好一个莽夫！陛下指的是冠大人？他这一骂惹出这么多的火苗，现在就如这炉中的焦炭，自身难保了。难道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吗？朕本想让姐姐从中调和，可是那冠夫真是不知好歹，姐姐好心去劝阻，竟也被他折辱。这次姐姐撒手不管了，母后为了女儿的名声和弟弟的尊严，定要冠夫人头落地才能解恨。要朕如何去救他？陛下英明，定会想到妙策。这事牵扯到母后，难啊。陛下英明睿智，总能让情况逆转。当年汲黯撕开粮仓，招朝臣画饼，阻挠新政。陛下外出走一趟，即顺势把钦宗的腐败全抖出来，反让太皇太后看清情况，因此造就新政。天芬巧取豪夺，结党营私，卖官鬻爵，强霸民产，每一桩每一件，断不会全无证据。你看，失掉的炭是掩藏不住的，更何况那天芬罪行昭昭。这一切若当众揭发，依我看来，即便是母后，也再难以亲情包庇。管他外面风云变幻，水火相攻，现在我们两个只需舒心安逸地欣赏这场好戏。知道了，母亲，我看的正高兴呢。那个女人啊，平时多沉着，一副百毒不侵的样子。可以说到家人，母后不过就3言2语，她就方寸大乱，不知道轻重了。家人嘛，皮肉相连，人家魏夫人要护住家人，而皇太后又要护住她的亲弟弟，这个火头一起，她得罪皇太后的机会就多了。可是那个冠夫，只不过是酒后失言，定不了大罪。皇上现在还那么疼他，必定会为他想办法。要不，我们在火上浇点油？哎，娇儿别急。你现在是皇太后心目中的贤惠好媳妇啊，这种煽风点火的事，不可以做得太着痕迹。可是，我怕这次再让他占了上风，皇上定会更在意他。哼，现在田汾和那窦婴已成水火之状，冠夫将火挑起，更是引火上身。窦婴一定会插手护住冠夫，而田汾也定会抓住机会不放。不用我们费神，他们已经在上演一场外戚争斗的大戏了。只要我们在适当的时候，将那个女人说成是和窦婴一伙的，那就足以令他担起勾结势力、意图干政的大罪了吗？真会这么严重？娇儿啊，你现在就该开开心心的，看看风景，吃吃点心。看准机会，再去扇扇风，懂吗？懂了，母亲。那我们如今就静观风云好了。不是可三问，丞相或可再补。不，季补也沾过，贵补也问过了，全部都是一样，统统都是不及，还补什么？想到对付冠夫的计策没有？暂时还没有。哼，真是白养了你们，全都是吃闲饭的。关键时刻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他所说的，到底是虚言还是实话？
有多少人知道？又知道了多少？他手中掌握的证据，你们一点都查不出吗？这个恐怕需要点时间。冠夫食客众多，他的罪名又未落实，我们不好抄家搜查呀。那就想办法让我抄他的家。难道让我干等吗？当他的食客，收集我的证据呈给皇上吗？早知我位极丞相，当年我真是不应该。这件事绝对不可以泄露，否则会株连九族，连我姐姐都保不住我。那何不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？蠢材！冠夫辱骂本相，说我种种罪状，朝中上下无人不知。倘若他于关押时猝死，那岂不是不打自招？不行，一定要让他名正言顺被定罪，而且须定死罪，我才可以放心。小人参见丞相。你是个看相的，为何旗幡上不写神机妙算、料事如神？这个“计”字是何意思？小人不算命，只献计，以计谋生。此处荒芜偏僻，人迹罕至，你选择在此卖计，能谋生吗？市井人流虽多，但机缘未到，人再多也枉然。而这荒郊，却是有缘人必经之路，一个就足够了。那个人你等到没有？有缘人近在咫尺，就是丞相。草民在此恭候多时。你怎么知道我会经过这里？这里乃是五色帝庙必经之路，而五色帝庙正是帝王、朝臣求神祈福、问道解惑之地。其实，万事万物必有命理天意，顺应了天意，自然万事皆通。丞相与其求神问卜，不如应了这天意，给小人一个机会，听听小人的计如何？如你所言，我历代大汉皇帝共拜五色帝，如今风调雨顺，国运昌隆，你凭什么自比五色帝？可解我烦忧。就凭小人知道，丞相的烦忧是如何置一个人于死地。而小人这个瓶里，正巧卖的不是药，而是杀人刀。这茭白酒热得刚好，内含玉衡心经与百叶仙药，可令丞相延年益寿。这酒中穿椒和侧百叶，要数正月采的最好。小人以蜜蜂浸泡了7日，应该正合口味。知道我爱饮这种茭白酒，也知道我从来不喝第一杯的习惯，你真是下了一番功夫。说，你究竟是何人？小人以卖计为生，小人是有卖计之能的人。不要拐弯，你这一计究竟是什么？说来也简单，玄机尽在12字之中：饮水清，灌室凝；饮水浊，灌室足。丞相，可知此话何意？继续说。冠夫在丞相婚宴上闹事，虽罪不至死，但其宗族人众，财雄势大，总有几个不孝子弟，仗势做些不法之事。若要饮水变浑浊，则是冠氏族人在杀人作乱。丞相在冠夫身上难定死罪，何不到其家乡颍川一探究竟？
冠世亲族、仗势凌人、贪赃枉法的罪证，顺手就可拈来，然后借刀杀人。就这样？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本事，其实我早就已经派人去查探了。就凭你这一点点能耐，加上这么一点点计策，就想投靠我？看来今天你的计是白卖了，这些酒也白煮了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的时间让你白耗了。哼！